1783年，美国画家本杰明·韦斯特创作了这幅《巴黎条约》。不完整的画面并非遭到损坏，缺失的部分是因为当事人不愿被后人看见。巴黎条约描绘的是独立战争后，美国派代表和英国在巴黎约克饭店举行会谈的场景。美国参加谈判的代表有后来的最高法院法官约翰·杰伊、总统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大陆会议代表商人亨利·劳伦斯和老富兰克林的孙子外交官威廉·富兰克林。据说除了老富兰克林，其他人都是亲自摆姿势做模特让韦斯特作画的。而出席谈判的英国代表查理德·奥斯瓦尔德和他的秘书卡布莱·怀特福德拒绝摆姿势，因为没有人愿意定格在一幅纪念失败的画中。这就是当年签署的巴黎条约文本。韦斯特生活在美国建国前后，是美国绘画领域国父级人物。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有一幅美国画派的油画，画中记录了韦斯特在伦敦画室指导一批从美洲殖民地来求学的年轻人。这位穿绿色外衣的就是韦斯特。画架前的是油画的作者普拉特。普拉特同样是位著名画家，在画美国画派的前一年，也就是1764年，护送表妹韦斯特的未婚妻从费城到伦敦成婚，然后在韦斯特的画室里学习了2年半。美国画派在美国绘画史上地位很高，大都会博物馆指南里从成千上万幅油画中将其作为美国部分的第一幅油画做介绍，以凸显自殖民时期美国人开始对艺术的探索之路。本杰明·韦斯特1738年出生在这栋房子里，位置离当时的费城老城区有一段距离。房子的原样是这样，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谈到，小时候当地的殖民者和印第安人的关系很好，是印第安人教他用粘土和熊的油脂调成各种涂料。有一天大人都不在，他给妹妹画了一幅肖像。韦斯特的母亲回来，看到逼真的画很惊讶，甚至在他的前额吻了一下。韦斯特说，正是这个吻把我变成了画家。不过韦斯特并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这让他以后即使担任了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长，也几乎不会拼写。韦斯特是家里10个孩子之一，父母经营一家旅馆，并不宽裕，不到10岁就靠画肖像画为生。18岁时，一位做枪械的主顾鼓励韦斯特按照一幅版画《苏格拉底之死》创作一幅油画，这是和平时画人物肖像完全不同的过程。很有悟性的韦斯特立刻发现了新的思路和风格。不久，当时宾大前身费城学院的教务长威廉·史密斯看到了韦斯特的《苏格拉底之死》，决定资助韦斯特到学校学习，并让他结识了很多费城有影响的人物，包括费城学院的创始人富兰克林。1760年，费城首富威廉·艾伦在史密斯的建议下，资助22岁的韦斯特到意大利游学。他给韦斯特设了100英镑的信用额度，并在给欧洲朋友的推荐信上称韦斯特是费城一位年轻而有才华的画家，他渴望通过访问佛罗伦萨和罗马提高自己的水平。自17世纪开始，欧洲有一定收入和地位的年轻人流行到意大利进行一次游学，英文中特别用 Grand Tour 来定义，这是欧洲贵族子弟接受完整通识教育必修的一部分。游学通常有导师陪同，时间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这个传统一直流行到大规模铁路出现，长距离旅行成为普通大众可能之后，才慢慢消失。韦斯特到意大利正是这样一次游学，他是北美殖民地最早一批前往欧洲游学的青年。当时正是欧洲绘画新古典主义萌芽期，韦斯特师从了多位大师，还观赏临摹拉斐尔、提香等巨匠的作品。1763年，韦斯特计划经伦敦回美洲，因其他事推迟，结果最终定居下来，再也没回到美利坚。在英国，他相继为一些教堂做设计和绘制壁画，因为擅长肖像画和历史题材，笔下的人物清秀，场景优美，被称为美国的拉斐尔。
这是剑桥三一学院收藏的韦斯特的画作《天使迈克尔绑定魔鬼》。韦斯特的才华受到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欣赏，两人常谈艺术，并于1768年设立了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韦斯特成为学院的主要负责人。在学院，画家们可以尽情探讨艺术，并定期举办展览。1772年，乔治国王又任命韦斯特为宫廷历史画家，不仅为包括国王在内的皇室画肖像，还要负责保存整理皇室肖像的收藏。有了皇家的资助，韦斯特不用再为主顾画肖像为生，而是专注历史、宗教和神话题材的创作。1770年，韦斯特画了著名的沃尔夫将军之死，并于次年在皇家艺术学院展出，引起轰动，成为当时被临摹最多的画作。画面描述了1768年英法在北美7年战争中关键的一场战役，仗只打了15分钟，英军抵抗住了法国的进攻，但指挥的沃尔夫将军中弹殉职。沃尔夫也成为英国的民族英雄。韦斯特的这幅画有开创性贡献，以前的英雄和战争题材的绘画都放在希腊和罗马的背景中绘制，服装也是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韦斯特的画中不但成功地塑造了沃尔夫、军官、士兵和真实的战场，而且穿着当时的军装。此外，还让一些不在场的重要人物也出现在画中，让画作充满现实感和戏剧性。虽然后来受到历史学家的批评，但在艺术创新上得到充分肯定。这幅画一直为伦敦皇家艺术学院收藏，1921年赠送给加拿大，以向加拿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贡献致敬。如今，沃尔夫将军之死收藏在渥太华的加拿大国家美术馆里。美国独立战争时期，韦斯特内心非常矛盾，态度上保持中立。自从韦斯特在伦敦安顿好后，对北美来英国学习绘画的同乡非常照顾提携，指点了一大批美国艺术家，对美国19世纪艺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美国建国初最知名的一批画家，像查尔斯·威尔逊·皮尔、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约翰·特朗布尔等，都曾在韦斯特的画室学习过。他的另外2个学生转行后更广为人知，一位是蒸汽轮船的制造者富尔顿，一位是摩斯代码的发明人摩尔斯。1800年，韦斯特收到一封家乡费城的信，当时宾夕法尼亚正在建第一所医院，请他为医院画一幅画。不过信里特别提出，希望不要带有英王室的味道。韦斯特回信说，我所选择的主题与场景应该很适合医院，他是人类的救世主，他向各等级和阶层的受难者伸出援助之手。韦斯特选择的主题是耶稣在圣殿医治病人的场景。画做完后，在展出时被英国机构看中，并施压购买。当时韦斯特也需要一笔钱治病，于是第一幅耶稣殿中医治病人的画被留在英国。1815年，韦斯特完成了另一幅耶稣殿中医治病人，并稍微做了改动，画中增加了一个恶魔和他的随从。韦斯特希望宾夕法尼亚医院也开展精神疾病方面的治疗。这幅画运抵美国时，英国没有征收出口税，美国也没有征收进口税。韦斯特将这幅画免费赠予宾夕法尼亚医院，并写了一封信：本杰明·韦斯特，乔治3世陛下的历史画家和伦敦皇家艺术学院院长，很荣幸将这幅完成的作品以我和我夫人的名义无偿捐献给医院，也希望这幅画成为我们对宾夕法尼亚州眷恋的谦卑纪念。在那里，我们第一次呼吸到珍惜的空气，也让陪伴我50年零3个月的生命伴侣，最可爱的女士，一直留有对家乡神圣的记忆。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韦斯特对爱人、君主兼朋友以及故乡的真情厚谊。画作在医院展出的第1年就吸引了3万参观者，门票收入让医院有足够的资金为这幅油画修建了展厅。今天，这幅画依然是宾夕法尼亚医院的珍藏。韦斯特的出生故居今天位于斯莫斯莫尔学院里，是学校接待和校尉中心。屋里只有简单的对韦斯特的介绍，大部分是学校的监控室。
不过，斯沃斯莫尔学院是美国排名前5的顶级文理学院，曾培养出5位诺贝尔奖得主，校园宁静，植物茂盛，建筑也是欧洲传统风格，很适合体会一下美国高等教育中这类专注本科教育、小而精的校园氛围。上车吧。